很多兄弟一看到这个配置啊，i7-12700H 加3050，居然敢卖1万多，而且还要加价，这不是妥妥的智商税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智商税，而且还有一个税率更高的 i9 加3050 Ti 的版本。如果说去年测试过的幻13加显卡坞是 ROG 针对便携和扩展性的一次试水，那么幻叉这种2合1游戏本就是对前辈大刀阔斧的改进。这种介于传统笔记本和平板之间的形态会带来很多优势。平放在桌面，这就是一台毫不起眼的平板，一眼望过去啊，全是屏幕，刷翻看剧或者工作的时候作为副屏摸鱼都是它的强项。有人帮你起步，有人帮你刹车的支架手感，可以在任何角度悬停，姿势和角度非常多，学都学不完。需要给客户演示文稿 PPT， 食指触控外加手写笔，圈圈画画的再也不需要键盘和鼠标了，更符合直觉。1.2公斤的重量，0.9升的身材，抱在手上就行，女生也不会觉得有压力。开会做报告的时候，一个雷电接口就能连接所有投影设备，非常的方便。然而，当你接上键盘之后，幻叉就会摇身一变，成为一台运行完整 Windows 11的轻薄本。老实说啊，我还挺喜欢这块键盘的，中框比较结实，厚度呢也在情理之中，既没有按铁板的廉价，又能够适度抬高手腕，提供不错的支撑。键程足够长，键帽大小适中，稍微适应一段时间，输入效率和体验都不会比普通的轻薄本差，而且还支持 RGB。再就是作为一个 DLC， 根本就没有烤猪蹄的困扰。合上之后，磁铁提供的磁力能够牢牢吸附住屏幕，达到保护的效果。连接处的磁吸力度也很大，保证了连接的稳定。总之啊，幻叉做一台形态新颖的量产机，完成度还是挺高的，值得表扬。同样没有偷懒的还有 ID 设计。机身背后保留了斜纹格的元素，但是表现得很含蓄，不像其他产品那么突出。细腻的喷砂、深黑的阳极氧化以及这颗摄像头，你甚至会以为这是一台人畜无害的安卓平板。但是进风口的线条点缀以及绿绿的 RTX 贴纸又会出卖它的真实身份。至于天窗，老实说啊，最开始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元素。关闭灯效的时候，窗口镜面的反射率比较高，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打开 RGB 之后，内部元器件会随着灯效一起变换，焊锡呢还能反射出一丢丢光线，这种精致上流的感觉啊，真的很难描述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大家应该都很喜欢这套 ID 设计。翻开支架，下面用 CNC 雕刻了接口以及一部分内部元器件的纹理，再配合精细的铰链，不吹不黑。ROG 在工业设计方面真的有自己的理解。比如在我把玩了差不多10天之后吧，键盘背面的翻毛皮材质已经开始出现色差了。Alcantara 是好东西，连超跑都在用，柔和亲肤，手感确实很棒。但是它既不容易清理，又不耐脏，时间一长，色差包浆那都是常规操作。这一点相比类复制涂层更严重。再比如机身背面啊，深色的阳极氧化加上 CNC 洗消，拿到手的时候那是真的帅。但是时间久了，纸油、灰尘之类的使用痕迹也无法避免，甚至因为颜色的关系还特别显脏。这一点在进风口附近非常突出。喜忧参半的地方也有2点，一是扩展性。作为2合1的游戏本，幻叉一定会有自己的取舍，但是唯一的 A 口居然是古早的 USB 2.0， 还真就只能外接个鼠标。剩下的2个 C 口，其中一个是雷电4，支持100瓦的 PD， 另外一个被安排在了XG 显卡坞的接口旁边，也支持100瓦的 PD。但是外接电源的时候呢，就必须占用一个，所以扩展坞应该是每个幻叉用户都绕不开的。升级固态倒是挺方便的，拧开螺丝就行了。原装是美光的2450，速度还行，但是512GB 的容量大概率是不够的，后期只能更换。支架下面还藏了一个 microSD 卡槽，可以稍微弥补一下硬盘容量。内存肯定是满载的啊 ，LPDDR5 的性能呢比 DDR5 会稍微强一些，不过延迟也会更高。16GB 对于重度的生产力用户来讲，肯定是硬。屏幕的情况也差不多，16:10的1080p 面板，120赫兹刷新率，实测覆盖了99%的 sRGB， 平均 Δe 不会超过 1.2， 最大亮度也来到了宜人的536尼特，还支持多点触控，这些都是一台要价1万多笔记本应该做到的。甚至啊，我还想表扬一下，但是响应速度真的很膈应，39毫秒的灰阶响应时间，甚至没有达到60赫兹的灰阶响应标准。去年评测幻13的时候，我们就提过。至今还是没有解决，甚至有演变成历史遗留问题的趋势。
既然是主打的游戏性能，那么一块合格的屏幕自然是基础中的基础，否则再高的帧数、再美的画面也无法传递给玩家。可惜幻叉这块屏幕自带运动模糊，就算是开到60赫兹，也跟120赫兹没有太大差距，属实逆天。严格吗？应该还好吧。外观外设就介绍到这里啊。性能方面呢，没有特别好的参照系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已知配置看性能释放。室温25度，开启增强模式，双烤30分钟。CPU 稳定在15瓦左右，频率是1.1G 赫兹，显卡则是保持在40瓦，频率1369兆赫。得益于畅通无阻的风噪、VC 均热板和液晶，核心温度真的很低啊，分别是60和64度，而且风噪也很低，只有42分贝，文明程度至少是硕士学位起步。考虑到核心温度如此低，于是呢，我们就打开了手动模式，又考了一遍。结果总功耗还是55瓦，基本没有变化。出现这个情况呢，其实很好理解。作为平板设备，表面温度太高自然是大忌。55瓦的总功耗，背板就这么烫了，再提高性能释放的话，还真有可能烫伤用户。从安全的角度出发，这个调教没有任何问题。只是作为一台游戏屏保，我倒是觉得 ROG 可以开放一下手动模式下的功耗上限，毕竟区分幻叉和其他平板的还是游戏潜力。最后为了验证功耗，我们也分别单考了 FPU 和 GPU。单考 FPU 12700H 最高居然能干到95瓦，平均是45瓦，而且温度呢也在合理的60度附近。但是出于不可描述的原因，单考的过程中功耗会在15瓦和50瓦之间反复横跳，对于整体的性能会有一些影响。希望华硕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。GPU 方面，3050稳定在40瓦附近，温度63，频率1379兆赫。测到这里就得看大家从什么角度出发了。55瓦的功耗放在平板里面讨论，肯定是史无前例的强。作为一台13寸笔记本的话呢，印象中好像也不弱，而且核心温度还有这么高的冗余。不过啊，当我们把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，这个账就不太好算。落实到实际性能上，我们先来看12700H 的表现。13寸毕竟不是主流尺寸，再加上12代提升显著，所以我们找来了去年调教奔放的黑丝学姐幻十6。结果让我很意外，最高50瓦的12700H 居然干掉了80瓦的11800H，单核综合提升17%，多核领先5%，属实恐怖。但是和新款相比，功耗还是比较含蓄啊，性能自然就会弱一些，多核落后了22%。负载更复杂的 Blender 这边，幻叉就不如这两姐妹了。好在 Classroom 依旧做到了8开头，其实也不错了。至于秃头三兄弟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幻叉居然也不错，因为搭载了 LPDDR5、AE 和 PS， 甚至干掉了22款的幻十6 ，PLR 也非常接近3060的 R9000P， 非常不讲道理。这要是搭载 XG 显卡坞，体验兴许还能反超。SpecView 秉承着众生平等的原则，3060能用的3050也基本没有问题，不能用的那就算你是3080 Ti， 体验还是不太行，大家不用太纠结。游戏就比较惨了，毕竟是3050，最高也才40瓦，所以我们找来了没有直连的暗影骑士龙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测试的很多游戏已经更新或者替换，最后就只剩8款数据可用，平均下来幻叉落后了21%。从帧数出发3050想在较高画质下畅玩3A 肯定不现实，所以我们降到了中画质，可玩性就会提高很多了。特别是地平线5直接从38帧升到了70帧，很多新发售的游戏还支持DLSS， 牺牲一些细节之后呢，可玩性还会更好一些。所以真实情况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。基准测试重点关注一下，综合下来，显卡差距大约是20%，和游戏帧数反馈的结果。那么XG显卡坞可能就是最终的解决方案。扬声器在角落里面，咱们一起感受一下。好了，今年最让我期待幻叉就聊到这里。照例啊，优缺点我已经提前总结好了，感兴趣的兄弟可以截图细品，我就不啰嗦了。虽然在视频中我们提到了很多缺点和不足，但是针对这种全新形态的产品，尤其是上手体验之后，我的内心还是挺激动的。说不定未来就会出现很多2合1的性能本，到时候大家的使用习惯、场景，包括对产品好坏的评判也会产生变化。而我对于这种探索新形态的做法，肯定也是非常赞成的。不过在回归现实之后啊，新形态、新产品带来的必然是高昂的试错成本，本体加上XG显卡坞就是小2万，正常人肯定消费不起。
所以现阶段的换叉注定只是小部分人的玩具。对于各位家境殷实的同学而言，一台正常的游戏本仍然是更理智的选择。2合1游戏本的方向未必正确，但是总得有人带个头。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走之前记得3连啊！下期再见 ，Goodbye。